听完周良运所述，叶晨不假思索地说道：“周叔叔，我们出去再慢慢聊吧。”不行，周良运摇摇头，坚定地说道：“少爷，你我就在这里聊吧。”说着，他指了指叶晨身后一脸呆滞的布鲁斯·韦恩斯坦，道：“这里最近只有他会过来。既然他都已经被您控制，短时间内这里肯定是绝对安全的。在下有些话，还是要第一时间跟您解释清楚。”叶晨犹豫片刻，轻轻点了点头：“好，我先帮您治疗一下身体，然后您再慢慢跟我说。”说罢，他将手指搭在周良运的脉门，几许灵气渡入他的体内，让他整个人的身体状态瞬间彻底恢复，并且有了极大的提升和改善。周良运感觉到自己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惊喜不已地说道：“看来少爷您已经掌握了九玄天经，您父亲在天之灵若是的知这个消息，一定非常欣慰。”由于周良运身体有了极大的提升，叶晨便让布鲁斯·韦恩斯坦在房间外守着，自己与周良运干脆席地而坐。周良运先道：“少爷，您都想知道哪些？您只管问，在下知无不答。”叶晨道：“周叔叔，还是先从您的情况说起吧。您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恩怨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周良运叹了口气，道：“我们周家这些年在西方主要经营的就是古董生意，而且专注东方古董，在东方古董这个小众领域算是有些知名度，这是整件事的前提。所以几个月前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私下里找到我，给出很高的价钱，想让我帮他们修复一件东方古董，一尊只存在于野史记载却从未真正问世的华夏唐代四方宝幢。”叶晨好奇地问：“宝幢？”“对。”周良运解释道，“宝幢是一类古代工艺品的统称，特点是一定程度类似缩小版的宝塔，历朝历代都有类似的古董文物。现阶段最出名的应该是宋真珠舍利宝幢，但那件宝幢主要是宗教意义比较大，与罗斯柴尔德家族这个唐代四方宝幢虽然形态相似，但又有很大不同。”说着，周良运又道：“我早些年收集了很多流落在海外的华夏古董，其中不乏一些各个朝代的文献资料，一直陆续有古及记载。当年唐太宗李世民笃信佛教与周易，他不仅派玄奘前往印度取经，也召集了当时全国的周易大师一起在长安城推演国运，为保大唐江山稳固。他曾命当时长安城最好的工匠打造出一尊四方宝幢，并将这尊宝幢放置于大唐龙脉之中，以保大唐江山稳固。”叶晨这时好奇地问道：“莫非这四方宝幢是一件周易风水上的法器？”“没错。”周良运点了点头，道：“我看到的野史中记载，黄巢起兵之时，幸的一位周易高手辅佐，破了大唐龙脉，又将四方宝幢从龙脉中取出，只是黄巢并无帝命，空有四方宝幢，也还是难逃失败的下场。于是这四方宝幢后来便落入了朱温之手，只可惜朱温身边没有精通周易的能人异士，四方宝幢在他手中也无法发挥真正功效。自那之后，四方宝幢便下落不明，不知去向。”说到这里，周良运微微停顿片刻，继续说道：“四方宝幢在次问世便已到了几百年后的努尔哈赤手中。相传努尔哈赤将四方宝幢带到辽东，努尔哈赤的后金的四方宝幢加持，国运腾飞。恰逢大明国运衰退，后金不断强盛，到了皇太极时，该国号为大清，最终顺利入关，夺取江山社稷。”叶晨不禁问他：“若这么说来，这四方宝幢在清朝皇族手里，必然是镇国之宝，又怎么落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手里？”
周良运叹了口气，道：“40年，英政府在华夏发动鸦片战争，举全国之力向华夏以及整个东南亚倾销鸦片。在逼迫清廷打开国门之后，罗斯柴尔德家族便将鸦片生意做到了华夏。后来，他们几乎掌控了华夏以及东南亚的鸦片生意。那个时候开始，罗斯柴尔德家族便一边将大量鸦片运输到华夏，一边又将华夏的金银、茶叶以及各种珍稀古董从华夏运回欧洲。这种掠夺到了八国联军时期达到巅峰，英、美、法、德、荷、日、澳、意这8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军队，在燕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，而华夏无数国宝被他们抢走或者破坏。抢走的那些国宝，最大的2个流向，一个是英国政府，另一个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。说到这里，周良运有些义愤填膺地控诉道：“现如今，大英博物馆里超过2万件华夏文物，基本都是那个时期从华夏搜刮掠夺的，而罗斯柴尔德家族手里的华夏文物，比起大英博物馆来，也是只多不少。我以前一直对此都有耳闻，但我没想到传说中的4方宝藏竟然也在他们手里。”说着，周良运又道：“4方宝藏按照历史记载，是能保江山社稷的风水至宝。我与您父亲都深入研究过易经风水，按照周易记载，若是想打造这种国之重器的风水至宝，需要无数周易大师的加持，倾尽无数心血方可完成。只是这4方宝撞在风水上的发力会随时间而逐渐减弱，到了清廷末期，其法力已经不足以护住清廷的江山社稷。不过这4方宝藏在罗斯柴尔德家族手里至少100多年，而他们家族这么多年来蓬勃发展，傲视群雄，恐怕与这4方宝藏关系密切。前段时间4方宝藏自身出现多道裂痕，罗斯柴尔德家族才找到我，希望我能帮他们修复这件文物。他们大概率以为我认不出4方宝藏，毕竟市面上找不到任何关于它的记载，但他们没想到我曾经接触过关于4方宝藏的野史文献，所以在见到实物的时候就认出了这件国宝。为了确定我的推测，我悄悄给他做了碳14检定，也确实能够证明它来自唐代。在确定了4方宝藏的身份之后，我又查了一下罗斯柴尔德家族那段时间的新闻，发现他们在过去的几个月里确实经历了不少小的挫折，甚至还有一位孙辈死于意外。我猜这一定与4方宝藏的裂痕有关，便故意告诉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，这4方宝藏时间太久，自身材料的老化衰退非常严重，而且又不像宋珍珠舍利宝藏那般精美且有宗教价值，综合价值不会太高，劝他们静态保存，不要强行修复。不过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却愿意花费上千万美元来让我修复它，于是我就装作见钱眼开答应下来，又告诉他们修复需要很长时间，至少几个月。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就把这4方宝藏留给了我，只是每天都有人来查看修复进度，而且我也发现他们在那段时间一直对我暗中监视。我在修复4方宝藏的过程中，愈发觉得这东西不该留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受众，因为这本身就是华夏的文物，而几乎所有的华夏人都还不认识4方宝藏，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。但它很可能是华夏自鸦片战争之后100年屈辱史中丢失的所有国宝里意义最为重大的。我这么多年都在致力于将散落在西方的华夏文物送回华夏，若是不把这4方宝藏送回去，这辈子怕是死不瞑目。所以
我就趁着几个月的修复时间1:1做了一尊假的四方宝状，给他们玩了一手狸猫换太子的戏码，然后把真四方宝状悄悄藏了起来，等机会运出美国。但我原以为假的四方宝状给到罗斯柴尔德家族之后，至少能糊弄他们一段时间，为我赢得转运的机会。但没想到他们把假的四方宝状拿回去之后，也立刻做了碳14的检测，意识到东西被我调包之后，他们第一时间要把我暗中带走。幸亏我防着他们，在他们登门的时候主动打了报警电话手警察插手之后，罗斯柴尔德家族才不得不把我安排到了布鲁克林监狱。